金飞，这个课咱学习这个海绵渐变的一些实操技巧啊。用海绵可以做几种渐变。当大家没有喷枪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海绵去代替，海绵做出来的效果可以说是跟喷枪渐变最接近的。今天会教大家几种，一种是单色渐变，一种是双色渐变。双色渐变呢又分成两种，其实就跟咱们日常做这个渐变效果是方式是一样的，无非用的工具和胶会有点区别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用的海绵，海绵块呢，大家一般去买这种价格比较低的这种就行。海绵块大家日常不用的时候，一定要不要把这个袋子扔掉，不要把它单独拿出来。日常一定要密封储存，不要就是散碎在外面，因为这个海绵它是会吸毛、会吸这个灰尘的，而且一旦会吸上去，点到夹面上的话就不干净，所以用多少我们取多少。而且这个海绵块还有一种叫做海绵笔啊，这个要相对来说价格稍微低一点。比如说我们这次就用一点点，那我就剪下一块，如果用一半就剪一半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自行去操作。来，先看第一种，我先把它剪完放到这里，剩下的我先放到袋子里面去。先看第一种，第一种呢是单色渐变，当在甲面上我们只是想做一个一个颜色渐变效果的时候，就这么去操作啊。需要准备一个咱们的调色纸或者调色盘，上面干干净净的，不要有灰尘啊。另外，在做海绵渐变的时候，一个是我们用的海绵要注意保存，另外我们用到的胶一定是颜色偏实的实色胶，而且这个胶粘稠度最好是高一点的。比如说罐装胶大家可以拿来用，然后彩绘胶可以拿来用，但是瓶装胶你像透色胶的话就不要这么去操作了，好吧？一般来说这种就是像做实色渐变或者说深色渐变的时候会用到这一种，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做海绵渐变，包括大家在练习交作业的时候，尽量选择深色一点的。另外一般用的是彩绘胶会比较多。彩绘胶比较偏多一点，尤其是黑白色、纯黑白色的渐变，好吧？来，我这个甲面上是涂了一层透白色打底，这里呢也要跟大家额外说一声，如果甲面涂完一层底胶之后，你直接去做，它的显色度可能会稍微差了一点点，最好是有那么一层底色的情况下去渐变，效果出来会更好看一丢丢，好吧？那如果说我这个渐变，我就是想后面是透明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先用透色去打一个底，做一个用草笔去扫一层，涂到1/2扫一层，打个底色就可以了啊。另外来我们看，在做这种海绵渐变的时候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在磨砂封层后操作。第一种呢，一定是在磨砂封层，任何一种磨砂都可以，磨砂封层后操作。就是甲面，我们先涂上磨砂封层，完全照干啊，涂好之后完全照干。如果有浮胶的情况下，浮胶比较大，我们去拍很容易拍出大色块，就是大点点。因为只有这种在干燥的面上去拍出来的面会更加细腻一点。然后，但是这种做完的渐变一定不像用那个透色胶做完的那么的干净，一定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小颗粒的。这个大家要提前明白这一点啊。来，第一种呢是用磨砂封层，第二种呢同样也是不能在这个色胶之后直接打磨，一定是在加固胶涂完之后擦掉封层、擦掉浮胶之后打磨加固。擦浮胶，然后打磨。打磨是啥呢？磨砂面，用海绵抛最细的那一个面去打磨，这无反光点也可以去操作啊。所以说操作之前的步骤大家注意。这里有呢，我用一个白色的彩绘胶，然后用多少取多少。我们先取一坨彩绘胶，看放到我们的这个调色纸上，其他的收起来。接下来注意，我们用海绵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上面有这种颗粒比较大的地方，对吧？还有的这种面呢是比较细腻的，能看出来吧？这种如果没有海绵，大家也可以用美妆蛋呀那些剪一块去进行操作，但不要剪得太小啊。另外拿海绵的时候，为什么同学说老师我做着有大有小，甲面不均匀？一种呢是跟你用的这个胶，你的这个胶太稀了，所以说容易就像有水一样，你在水上怎么点它都会有水渍，对吧？所以说我们第一种是因为胶，第二种呢海绵在用的时候不要随便去松手，捏紧这个海绵，捏紧了就是捏紧了，捏好之后用比较细腻的这一面，看到没有？这是比较细腻的这一面，捏好之后手就不要松了。在调色纸或者调色盘上，我们如果做单色渐变，我们可以怎么样？先把这个颜色给它铺开。也就是说，做成一个先在海绵上，我们把颜色吸成由深到浅的效果。
现在白色可能看不出来，不要松手啊，不要松手。来，取完的这个磨砂封层，我们如果从指尖往后做，那么指尖是实的，是不是？我是反边往上走的。那如果是上面想要实的，就把海绵反过来往下去过渡。过渡好了之后，手不要松啊，这个位置一定是平着过渡，平着去从左往右去过渡。你看第一层是不是渐变基本就有了？但是不是有轻微小颗粒？那说明有可能一个胶少了，另外这个密度不够啊。那如果想做的位置高一点，那么在这上面做过渡的就拍的大一点。现在切记怎么样？过渡的时候这样有上下的去走，因为本身做出来的是一个渐变效果，你一上一下很有可能导致你颜色实色的地方不够均匀，不够均匀。但如果说你能控制好，那没问题。好了，第一层铺好之后，后缘你看，因为有上有下，后缘一旦有这种不干净的边缘的时候，刚刚是这一面啊，我们现在换一个干净的面儿，干净的面儿把后缘的地方单独平向给它铺开，也是就是把边缘给它虚化一下的感觉，相当于把这胶的颜色边缘给它过渡一下，但是切记不要把下面的颜色都给它吸走。能看出来吧？是不是还是有轻微的小颗粒，很正常啊。来，第一层做好照灯，照灯之后，我们需要叠加第二层，因为这一层呢，我可能用的胶比较多，我们需要再取一点彩绘胶。彩绘胶上色度在指甲上都没那么显色，你们用甲油胶可能就会更加那啥一点。来，还是细腻的这一面，深色在下面捏紧之后，来给它拍过渡。一定要把这个海绵里面的颜色给它吸饱满，你不能说吸到一半没什么颜色了，对吧？你在指甲上肯定就更不显色。所以说先在这个纸上把这个颜色给它吸饱满一点点，我们再来操作。因为面积比较大了啊，所以说我过渡的这个面积稍微大那么一点。啊，整个这一块2/3全是颜色。第一层做完照灯之后，同样的方法，从右往左或者从左往右，转着顾客的手去操作。如果说老师我在手上，它不是做着做着会有那种叫什么那个颜色都到肉上去了，它不干净呀，那怎么处理呀？我们有一种胶叫做防溢胶，可以提前涂到肉的边缘。我们过渡完之后，照完灯整体做完了，把那层防溢胶撕下来就可以了。还有叫做防溢胶贴，也是把后缘给挡住。那还有一种呢，我们可以用那个贴纸，用贴纸把后缘给它挡住，单独去做渐变也是可以。甚至说我在指甲上去拍做渐变啊，拍做渐变。拍好1层2层之后，边缘有的话，可以在照灯之前先把这两边的这些多余的胶给它擦掉，擦完之后再拿去照灯，每一层都是如此，都是可以的，好吧？这几种方法大家自行选择，防溢胶或者防溢胶贴都行。然后如果说是那种贴纸，我该怎么处理？给大家说一下。最简单的啊，我也不用去买这那，对吧？双面胶，不那个叫什么来着？美睫胶带。哎，你看，把这儿挡住1层，只要把不想被碰到肉的地方全给它挡住，这个位置挡住，对不对？因为我们要的是假面的效果，所以两侧都可以去包一下就可以了。剩下指尖的地方一擦就擦掉了，好吧？所以这个大家注意啊，提前可以包裹一下。好了，这是2层做完的一个效果，是不是有颗粒？有颗粒怎么办？没关系，只要甲面干净就可以。你看有些小毛毛，是不是像这种东西很容易吸毛的啊？大家提前该擦，该处理。如果没有问题，那就直接照灯。照完灯之后涂1层加固胶即可。这里做单色渐变，注意就是包一下手。包或者说遮挡一下皮肤的部分，好吧？防溢胶或者说是防溢胶贴，甚至胶布啊，都是能操作的。一般来说，用这种做完都是2层，做完之后下面是不是有很多小小的颗粒？这个时候甲面需要涂1层加固胶。它可以淡化笔痕啊。另外，如果说是我是直接上封层了，如果大家想要这种那个稍微浅一点点的淡淡的那种的，1层加固胶就能遮盖住。
加固胶之后，大家可以上磨砂封层，也可以上亮封，就是大家自行选择了。我呢就直接上封层了啊，给大家看一下效果，节省时间。你看见吧？是不是还有轻微小颗粒？但是这个颗粒就没有那么的明显了。所以说做乳白色渐变呢，就可以用到这种方法，透白色打个底，那后缘就稍微弱化一点。那你如果是直接透明甲片上做这种单色渐变，它的颗粒感就会比较重。不想要颗粒感重的话，就直接别用这种方法，别用海绵去操作。来照灯。好了，这是我们的单色渐变，大家可以换任何颜色。那彩绘胶我没有对应的颜色怎么办？彩绘胶是可以调色的，甚至大家的甲油胶也是可以用来使用的啊。另外来，我们接下来看双色渐变。双色渐变分成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用某一个颜色打个底做单色渐变，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在红色甲油胶打底之后，咱是不是要先上一层磨砂封层？还记得吗？先上一层磨砂封层。检查没有什么漏胶或者凹凸不平的地方，照灯。照灯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去取我们需要的这个彩绘胶，或者说色胶、甲油胶、换装胶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同样也是把取好的胶放到调色纸上。那有毛毛啊，咱往这边挪一挪。好了，海绵呢？因为刚刚已经用过白色了，所以这一块呢就不用了。海绵都是一次性的，扔掉就好了。来，再取一块，再剪出来。那现在放回去。哎呀，同样来把这个海绵块找到比较细腻的那一面，我们去给它进行过渡。来捏紧之后不要松手了，直接就卡着这个边边。你在这上面拍的越细，那么上指甲就会越细腻一点，做宽一点点啊。稍微使点劲儿，它就会吸颜色，然后轻拍轻拍，对吧？你看是不是就有实到虚的效果了？那这个时候拿出咱们的一个打好底色的情况下，从后缘往前缘拍拍拍拍拍拍拍。对吧？一旦松手的话，你可能力度会有重有轻，而且会把甲面的颜色吸掉啊。所以说捏紧之后不要动，然后我们从上到下力度保持一致。一般一层颜色都会偏浅一点点，能看清楚吧？是不是？但是也是有实到虚的效果。那后缘的这个地方太实了，我们不想要这么实的效果，找一个干净的面儿，咱单独的不要靠近后缘啊，单独的把这个地方上下上下上下给它点碎开，就不要让这个边缘这么实这么整齐。对，这样是不是就好多了？来照灯，这种也是做2层啊，第2层也是一样，再回来在照灯期间去捏紧，捏紧之后再单独再吸一次颜色，胶不够了从上面再点一点。这个调色纸不要就点的时候抬起来，这种太碎的话容易有大气泡啊，容易有大气泡。好了，把海绵吸饱颜色之后，来，啊，掉地上。啊，来叠加第2层，这个掉地上了，把这边稍擦一下。一擦我有可能会把颜色擦掉，因为像这种海绵千万能不擦就不要擦。海绵渐变做完能不擦就不擦，因为一擦就容易把第1层的颜色你看擦掉一部分，正好出个问题，大家也注意一下吧。来，把叠加第2层，你看能不能盖住它啊？你看2层上去之后，后缘的实色效果就出来了，因为用的彩绘胶，所以后缘边缘是比较实的，这个没有问题。来2层，是不是渐变效果就有了？这也是一个双色渐变，大家可能觉得说，哎，这个红色上去的还是什么样的？因为有可能是红色打底，但是但很明显的能看出来，红色是怎么样的？是没有这个渐变效果的，它只是一个
从上到下一样的颜色。如果大家看到的版是这种，就知道是做的一个什么单色渐变。照灯，照完灯之后，同样上分层，大家看效果。这是第二种，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这种呢，就一般来说都是做2层，至少2层以上啊。来，我们如果上下都是渐变，比如说做黑色渐变和白色渐变，黑白渐变的时候也是一样，不建议大家是直接在透明甲片上操作，也是咱上面涂一层磨砂封层，然后在什么呢？这一层透白上面做黑白色，黑白色也不受影响，黑色也不会受影响，不然底下太透的话，那个毕竟有缝隙嘛，就算2层叠加出来，可能也不够那么清楚。一定注意底层的颜色，我们打底用的话是不能影响后2层颜色的。如果底层你用个黑的打个底，完了上面你要做个白色这种渐变，是不是肯定是不行的，是不是？所以说用透白色是最好用的一种啊。这个来，我上一层亮封，刚刚的这种方法来看一下。毛毛啊，我给大家继续把这个忽略掉吧，掉地上我就不能再擦了。擦一下刷子，把胶弄脏了，好吧？这是一个黑红色渐变，上下渐变，也看起来好像双色渐变一样，对吧？因为黑色是能盖住红色的，所以说可以在这上面去进行实操啊。好了，来这个我们拿去照灯，这是一个单色纯白色的渐变。好了，磨砂封层。如果说2个要做这个上下渐变的话，但现在大家应该就能想着，哎呀哦，它可以分成2块去操作，对吧？比如说上面是黑的或者下面是黑的都可以。我们先取点白色彩绘胶放到这里，下面呢黑色还有啊，我们先用黑色和白色会混出什么颜色来？同学们，是不是灰色？黑白会混出灰色来，所以中间呢2层中间叠加完可能会偏灰调一点点。来，先是白色，先做白色，先做黑色都可以啊。比如说下面我们是指尖是白的，后面是黑的吧？我们取好这个胶来，指尖也是先去取深色的，去点过渡。边缘注意一定是最实的啊，后面可以虚化拍。我们往后点，把颜色拍。来，拍好之后吸饱颜色，指尖开始过渡。大概铺到1/2的位置。第一层指尖颜色铺好之后，照灯，先去照灯，不要说接着去点第2个颜色，它2个颜色会混出来，中间会做乱的啊，会做乱的。我就浅照一下，好吧？我就照15秒钟，大家正常的话一定是1分钟。这个时候咱刚不是用过一个黑色嘛，我再单独把这个黑色做一个渐变。好，取好颜色之后，从后圆往前圆拍。先把单色渐变做好，我们这个双色渐变大家做的一定是很漂亮的，是不是上下中间过渡效果很细腻，比我们用笔去操作简单的多了吧，对不对？但是这种大家一定注意啊，不要有刷痕呐，不是戳痕呐，或者说大气泡。第一层浅一点无妨，2层就可以拿去照灯。通过这样一层一层的叠加，做出来会比较细腻，大家好操控。还有一种方法呢是什么？2种颜色同时去操作，2种颜色同时操作。我待会儿叠加完这一层之后，我跟大家说一下2种颜色怎么同时去叠加啊。
我浅照15秒钟，大家做的话多照一会儿，多照一会儿，好吧？来，这一层做好之后，还会换回来我们的白色，再去取色，然后再照一会儿。先洗个颜色，洗个颜色。叠第2层。这个位置大家自行变啊，比如说白色，我想站的位置高一点，对吧？那你白色咱们在做的时候就往上多铺一下。那白色我不想要站位置那么高，那我就咱就一半一半也行，根据情况去调整，好吗？来，白色铺好之后还是拿去照灯，再叠加黑色，再叠加黑色。其实这个1层也行，2层也行，但是最终因为有的海绵，比如说我们用长一点的海绵，可以同时吸2个颜色一块拍，但那种拍的时候力度容易受力不均匀，所以说我更推荐大家这种上下双色渐变的时候，一个颜色一个颜色做，做完中间的混色我们可以单独的再去拍一拍，单独给它拍开。好了啊，上面黑色。废胶吗？废。那喷枪废胶嘛，也废胶，也废胶，但是这种呢废的相对来说少一点，我们还好控制。你看这底色，你看这么脏了，一定是刚刚这上面没弄干净啊，没有弄干净。好，然后再拿这个白色单独把后缘再去拍一下。一定每一层照灯时间一定要够，一旦不够的话，照灯时间不够就容易那啥啊，就容易那个跑焦，就容易跑焦。稍微倾斜一点点，把这个灰色，因为中间是偏灰调的嘛，大家能看出来是比较脏，其实那是灰色啊，灰色比较脏，所以我们需要给它拍均匀一点。好，我们拿照灯，照灯。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中间颜色混色不够漂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去做，可以这样用。比如说拿一个海绵块，我上面干啥？去取点这个白色的，下面呢，我去取点黑色的，对吧？然后在调色纸上，我开始上下过渡，把2个颜色上下点出中间的灰调来，让它自然而然呈现了一个3色渐变的效果。3色渐变效果，那么在这上面就没问题了吧？那么我们拿着这个海绵块直接上手这样去拍，拍出来的中间分界线会更加漂亮一点。那如果说上下2层已经做的差不多的情况下，这一层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做了？这是第3层啊，第3层这一层可能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已经给它混好了，是不是？看好上，对吧？3层叠加上，哎，漂亮了，漂亮了啊！好，照灯。照完灯干啥来着？还记得吗？黑白色先做单色叠加啊，分层叠加，然后最后中间混色。你要问我，然后我就把2个胶搅拌一下点行了，最好不要那样做。点完之后，上下你相当于第3个颜色叠加，你边缘一旦过渡不好，纹路线会比较重。所以说最好是上下颜色就像刚刚这样，上面是黑的，下面是白的，中间这样去混色，不容易出错，好吧？来，最后再上一个分层，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用海绵去做渐变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操作技巧。因为上一层加入胶再多的颗粒，它也会至少减弱一半。如果你做的已经比较细腻的话，有可能上了加固，它那个颗粒本来就会更浅一点，但是不可能一点没有，这种是不可能一点都没有的。做好跟顾客说好啊，对吧？这样就上下渐变也就做好了，来，等等。好了，这是我们在做3色渐变的时候一个小技巧，大家去实操一下。不同的颜色打底，喜欢什么颜色去操作什么颜色啊？我放到对应的位置上。我先这个照照灯拿出来放给大家去看，根据不同的这个胶合情况，选择不同的那个
操作方法。然后像这些用过的已经没有用了，就可以直接扔掉了，好吧？就直接扔掉了。你再用的话，它尤其是这种粘性比较高，你放在这儿，过一会儿又沾上土了，沾上土，沾上毛毛，那它就本来有粘性嘛，那越脏，它是不是就再用的时候甲面也会不干净？深色还好，浅色就极其明显。